来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也有2年了，然后我也是一直在宠着他，惯着他。其实每次吵架，我不是想真的跟他吵架，我每次跟他吵架，其实就是想证明他特别在乎我。但是我感觉他越来越过分，越来越变本加厉，一点都不知道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这一次吵架，我真的不想再哄他了。然后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用我的真心话跟我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他我爱他，然后我想挽留一下我们这段感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赵24岁，来自西安店长；女嘉宾小玉22岁，来自吉林活动策划。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我看小片里说这次不哄了是吧？是的。为啥吵？为啥不哄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一阵儿才从西藏那边旅游完回来啊，然后当时不是那边是高原，下来有高反，他全程身体也不太舒服，一直在照顾他。然后我自己也有一点，所以就是回到西安机场的时候特别累。当时我就拿着行李车推行李，他就非说是让我推着他走。我当时特别无奈，我就给他说：“你自己走吧，好不好？”结果他一听这话，转身出了候机大厅，打了个车就走了。那车让座你这么，其实就是想撒一下娇嘛。然后他就态度特别冷淡，然后我可能就比较生气，我就转身就走了。走了之后，他也没哄我。哦。他以前就是都会哄我嘛，然后可能我知道我比较过分，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去他们店里找他，他对我态度就特别冷淡。哦。然后这种情况下跟我冷战了能有1个来月吧，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所以今天你来这儿了哈。对。我猜你应该挺惯着他的。是的。那你惯就一直往下惯嘛，你干嘛惯了一半惯成公主了？你说你不是公主了，那哪行啊，对不对？因为这次我当时回来，我确实也很不舒服，当时我越想也越生气。你也别这么给我解释了，评价一下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吧特别爱玩，爱玩没什么呀，年轻人都爱玩啊。她太爱玩了，特别爱打麻将，每天下班就去打。爱玩麻将啊？还爱玩什么呀？电脑游戏。那什么时候打呀？她基本就是麻将游戏。说游戏的话，一个是这个，还有一次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店里面淡季的时候，我就说是寻思着跟他出去玩，本来说好了都，结果他临出发前突然就告诉我说他有一朋友，我在汉中，他想去找他朋友一趟。我说咱们一块过去，到时候直接从汉中走。当时到汉中都中午了，中午之后他就说那你先找一地儿待着，完了我去见我朋友，因为他说他朋友也是个单身，说是我去了也挺尴尬挺不方便，怎么样？男的女的？他跟我说是女的。我说那行呗，我就找了一酒店，一直到下午他没回来，然后我发微信打电话也不咋回，一直到半夜醉醺醺回来了还。就那天确实是跟网友见面了，那个网友是怎么回事？就是一大堆人，我们当时玩那个天龙八部，然后有个公会，那天就是公会聚会，10几个人吧坐在一起，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2分钟一条微信，3分钟一个电话，就一直问你干嘛呢？你在哪儿啊？你跟谁啊？他就一直在说，那大家都在那儿吃饭，我总不能不停看手机吧？然后我就把手机给静音了。我真的觉得他这种事儿就是管我特别宽，就是我跟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就只要是出去的话，他一定会不停的在问干嘛，就是能跟着他一定会跟着。那你说人总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我不可能除了父母就是男朋友吧？而且我跟这些人都是说的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关系，但是他就一直不相信，他就觉得我是在外面跟人搞暧昧。相不相信？人家不也跟你又谈了很长时间吗？这不2年了是吧？对。那2年打麻将管你，打游戏管你，交朋友管你，就什么都管你。就你烦了呗，正好就分了吧，姑娘。那我不想分嘛。不想分就别怕烦嘛。出来玩还有什么呀？脾气不好，怎么不好？就是在外人面前吵架闹分手拉黑我。然后呢？完了还有一次，我当时牙不舒服去医院拔智齿，叫他跟我一起。当时跟医生预约的是2点半。然后我到的比较早，看他还没来，我寻思我帮他买杯奶茶去。一来一回也就没10分钟的时间，回来之后发现他已经在医院大厅里了。他那时候特别生气的跟我吵，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看手机，就是他给我打的能有10来个未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给你买奶茶，可能路上没听见。他就在医院大厅就开始跟我吵。然后因为当时预约的时间也到了，医生就叫我进去了。
我说那你稍微等一会儿，等我拔完咱们出来再说。结果就是拔完牙出来，他人又不见了。我当时包还在他那儿，他就直接把我包就扔到医院走廊那凳子上。我那天上着班，他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不舒服，然后我就请假过来陪他。然后我过来我就找不着他，特别着急，然后就不停打电话嘛，他也不接。我当时真的挺生气的，然后我就把他的东西都扔在桌子上，我就转身走了嘛。这事儿之后谁哄谁？我哄到他，他不光是说是外人面前，在我家里人面前，有时候也挺不给我面子的。家里人什么人？就是我父母。我都见过父母了。对，就是在我家里面有一次吃饭，他当时眼睛里面有个小结石，做完手术之后眼睛包着纱布去我家了。我妈也是好心给他提了一嘴，就说是让他以后少涂点指甲油，说是指甲是排毒的，涂指甲油的话肝脏排毒不好就容易得结石。他就直接怼了我妈，就说：“阿姨，你以后少看点那种电视广告，那都是骗你们买保健品的。”这句话当时一说出来，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我跟我爸就赶紧就是打圆场往过圆。阿姨说排毒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她可能平常经常看电视啊，然后保健品总跟她说这个，我没有说是想顶撞阿姨，然后也没有说是想嘲笑她的意思啊。说完之后呢？说完之后就是愣了一下，基本上吃完看了会儿电视，大家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出门他就开始跟我闹，他说：“那你怎么都不帮我说话？怎么样？”就在我们家院子又开始吵，然后吵完又转身走了，又把我拉黑了就。这有什么好吵的呢？事儿不都过了吗？我就是觉得他当时没有帮我说话。那要怎么跟你说呢？要说什么呢？当时气氛也挺尴尬的，然后他也不帮我往下接，或者是怎么样的。怎么接呀？你教我接一句。我后来也知道错了，然后我也道歉，就是到后面就是家务活什么，在他家都是我干的啊。我觉得他至少要帮我说一句吧。我反正觉得我没有啥错。谈2年是不是？对，这2年是不是都是分分合合的？他闹分手那种，也就是哄个半天一半天的那种啊。不是说是分开，但每次都是你主动是吧？对，那你这次为什么不主动哄人家？可能也是积攒时间长了。说白了就是哄烦了，是不是？也不是烦了，不烦，真不是烦了，就是累了。他越来越，他一点都不知道改也，就是哄一次他过分一点，哄一次他过分一点。那改什么呢？就是他，你觉得过分，你可以跟他说呀。你干嘛哄啊？说了那不可能当面说啊，他一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当面说？当面说就开始吵，错了。当面一说就开始吵。我其实觉得我没有什么错呀。没错，你来这儿干嘛？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这1个月为啥要对我冷战嘛。我觉得他，所以你还觉得他有问题呢，是吧？我觉得他真的变得挺多的。你今天为什么来啊？就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呢？咱们也好了2年了，就我感觉我一直对你好，一直这样对你，你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啊！你只是越来越变本加厉，我真的感觉挺累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觉得无助了是吧？是的。我问问啊，你们这2年多家长也见了是吧？对，也就是说对未来是有考虑和打算的，是吗？是的。你跟他求过婚吗？求过。出去玩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跟他求婚。你这次去西藏求了吗？求了。去西藏在不少景点也求了，因为西藏那边。那你这老求也不行啊。因为这个求婚说白了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那种求婚，也就是只是想留一些东西。留啥？就是你是拍了还是什么呀？对，有拍下来的视频。还有带来了吗？有，来看看怎么求的。今天6月23号啊，对这个雅鲁藏布江和那个不知名的雪山啊。伸个手指头。今天6月25号，在巴松措，面对着这个神圣的湖和这个不知名但是又很漂亮的雪山，啊，我呢第2次给我的小仙女钓鱼求婚，好吧，嫁给我。6月27号，在这个文崇古剧场，背靠着美丽的布达拉宫，给我的小公主钓鱼求婚。走吗，小姐姐？小月，嫁给我好不好？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嫁给我好不好？好。现在向我的小公主求婚，看她会不会答应。小月，嫁给我。加油！这是闹什么呢？这不是你妈，你闹什么呢？
我有点晕。来，男生，我问问你的态度吧，你今天是不是想来分手的？不是，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是有点受不了。是不是想跑？是，就是2年多了，哄，觉得老也哄不好，等于这次去西藏人又累，对吧？对。然后事儿又多了一些，就总爆发了，是不是这意思？是的。你不觉得低头低的委屈吗，姑娘？我真的挺委屈的。委屈你来这儿干嘛？说别搭理他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经常跟他纠缠呀？舍不得嘛。舍不得啥呀？就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嘛。这没看出来你想好好在一起啊？跟网友在一起啊，多好啊！还要骗人？我不敢说嘛。为啥不敢说？两个人谈恋爱连这个都不敢说，那就分手吗？就是因为他你跟我说你留恋他什么呀？惯着我，脾气不好什么的，他都比较包容我嘛。行，听明白了。所以呢，女生今天说白了是想通过老师的帮助，让你男朋友意识到你男朋友也有错误，然后回来，是这意思吧？不是，我也有想给他道歉的，我后面也有改正自己的脾气。可是就是他回来之后这1个月，我去给他道歉也好，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给他发信息打电话也好，他就不理我，然后就一直在冷战。关键是冷战就冷战，他不跟你说分手，也不跟你说不分手。所以你今天要来个痛快的是吧？就肯定是不希望分啊，但是我觉得他至少给我一个态度呀。行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小赵你好。哎，你好。我问一下，你大概这2年当中一共是求了多少次婚？10几20次吧，差不多。那么你们一共提过多少次分手？得有100来次，基本1周1次。我刚刚还听到他有拉黑你，对吗？是的。多长时间拉黑一次？就每次说完分手就都拉黑。对。哦，拉黑和分手是标配，对吧？是。平均每7天会分手1次。然后在2年的交往过程当中，一共是求过20次的婚。对。就刚才的那个短片，如果我是女生，我也会不答应你的求婚，因为我觉得你是在拍电影呢。我今天要是答应你了，你下次怎么求呢？对于我们来说，求婚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你本身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也不够严肃。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啊，特别的任性。女人偶尔任性是可爱，但是如果一直任性，就容易可怜没人爱。我跟你讲，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在任性的时候，求关注也好，求爱护也好，男生是会非常累的。1次、2次可以。在2年的恋爱当中提出100次的分手，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转身走掉。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他能够容忍100次已经不容易了。今天他还会容忍你第101次，这是肯定的。但我希望你能改改自己的那个大小姐的臭脾气。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这样惯着你。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再次跑掉。送你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你错过了他，我认为不太会再有其他的男人能这样的容忍你的坏脾气。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左岩老师。左岩老师说，错过他，你很难再找到这样容忍你坏脾气的男人。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凭什么要让别人容忍你的坏脾气呢？说实话，我们看似这一次次求婚，是这个男孩子喜欢你，他叫你小公主、小仙女。我告诉你，他真的没有那么把你当做你想象中的那样重要的小公主捧在手心里。他也不过是在作秀啊，他这么多次的求婚，那不就是在闹着玩吗？他如果真想娶你，不是这个状态。但是问题的核心，姑娘，在你不仅仅说是任性小公主，我整体感觉，如果我是你的家人的话，我觉得你不够自重。哪有一个女孩子天天打麻将不务正业，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一大堆网友，还骗自己的男朋友？你真出了事儿，谁管你啊？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先审视自己够不够美好。如果我们不够美好，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给我们美好的爱情呢？好，谢谢杨老师。来，莎娜老师。女生说自己脾气不好，我觉得你不是脾气不好，是你根本没把这个男生放在眼里，你压根儿没把他当回事儿。
第二点，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情侣也一定要有边界感这样的一个词的概念。什么叫边界感？就是不做越界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条框把我们这一对情侣约束在一起。女生做了很多越界的事情，在我看来，在男朋友眼里也是越界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不感觉到这个事情是越界而且不对的呢？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儿。评判边界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看你做的这件事有没有伤害到对方。如果这件事情有伤害到对方的心，那这件事在你们恋爱当中，在你的恋爱过程就是越界的事情。而且不要谈着恋爱还要享受单身的自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蒲老师，你手上那个镯子戴了多久2-3年吧，差不多。谁送给你的？我妈妈。磕了碰了吗？没有。戴的时候挺爱惜的是吗？嗯。那如果你能对她像对那个镯子一样，那是不是对于她来说感受就会好一些？你看中那样东西，你自然而然会爱护它，因为它意义重大。你要是觉得那个镯子没什么重要的，磕了也就磕了，破了也就破了，这么一比较，你是不是内心没有那么在乎它，甚至还不如那个镯子？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其实是可悲的女人；靠自己的谄媚去哄女人的男人，也是可悲的。姑娘，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人的这一辈子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关系都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人在忍你。无论是你的同学还是将来的同事，你的上司，周围的人，一旦有一个人在忍你，总有一天要报复你。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以为你没有伤害到别人，但是人家正在咬牙切齿的忍你，而离你越近的人忍你，报复你就会更惨烈。以这个男人这样忍你，你要是有朝一日你嫁给了他，你生了孩子，你看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所以做人最聪明的是不要让别人忍你，让别人轻松一点，你也就安全一点。你要是让一个人咬着后槽牙每天这样对待你，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而同时，我认为那些咬着后槽牙还要忍你的人太可怕。就像这个男生一开始叫你小公主，忍你是因为爱你疼你，到了后来他其实已经不愿意哄你了，但是他还是忍着你。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在怒火中烧的情况下还要忍你？那是为了迟早有一天的报复。不要让一个人忍你，尽可能的让身边的人都舒服一点。他能在你面前那么怼你妈，也是你一手促成的。如果你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在最开始就教会他不要这么没有家教，对老人应该有礼貌，而你也有底线。你告诉他，你对我妈那么说话，这就是我的底线，我不可忍受的，那你妈也会少受一些委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谈下去，第一，不要让别人忍你；第二，像对待你手上的玉镯一样对待自己的爱情。你如果是真诚的对待这段感情，就应该告诉他，在爱情当中呈现的真正的自我应该是有自尊、有自重、懂礼貌的女生。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这节目录的很久啊，这是屈指可数。我对嘉宾的这种气氛，没有底线，一样没有底线，对吧？你的没有底线是为了得到他，他的没有底线是还没玩够。这个事儿你看着就很滑稽嘛。看那个求婚录像的时候，在西藏的时候还那样，一个飞机下来了，到了咸阳机场，怎么就会变成那样了呢？那么大个姑娘，就咱们基本的这个公共秩序你应该明白吧？那机场那推车是给你这么大的人坐的吗？别认为说现在的男人就得听女人的话伺，这世界上谁都不该伺候谁。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灵魂也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一个男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天天泡在麻将桌上，天天泡在游戏堆里和其他的异性要见面要约会。我就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
然后他见到这个男人的妈会怼他妈，你图啥呀？哎，随你们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在一块儿2年了，反正也是一直我在哄你，一直我在惯着你，但是这次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累，你真的让我感觉不到你在珍惜我们这段感情。我可能真的觉得特别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的挺对不起的，我以前可能特别任性，然后一直都在，就是一直让你包容我。然后我今天来了这儿之前录了一段视频，然后一直就挺想放给你看看的。我知道错了，你还能好好跟我在一起吗？你也录视频啦？嗯。哎呀，我看什么视频啊？其实我们吵了很多次架，然后我也知道我平常可能确实比较爱玩，然后小脾气比较多，然后总欺负你。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内心还是挺难过的。但是这些小脾气我以后会尽量改的，改不掉也希望你多多能包容我一下。然后我其实来到这儿就有一句话特别想问你，我特别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你还愿意娶我吗？我也就想在这个节目上特别正式的问你一句，就是你想好了再回答，你愿意娶我吗？回，我让你说这些话已经违规了啊！就专门来了，你们就要都回来，你们再说嘛，不回来也就算了嘛。来，回去吧，小伙子。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亲着你。我怎么觉得男生那个脸的肌肉都抽抽了？你吓着了是吗？不知道是。不，这婚纱谁给你的？不是我们给你准备的吧？你自己整的是吧？不是，没有这么多次了，都是他给我求婚嘛，然后我就今天也是想挽留他，然后也是特别想正式的跟他求一次婚。我们家闺女不会这样的，我放心，我们家闺女一定不会这样的，就穿个婚纱向男人求婚，不会的。你接受吗？你去啊，求啊！啊，行，别，好了，我跟你求，行了，让说完嘛，就是我可能确实是以前我不对，然后伤害你挺多的，我也知道，然后以后我会慢慢改正的。我今天真的就特别认真的问你一句，我想通了，我想嫁给你，你愿意娶我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就是只要你知道这些问题了，你要是愿意改正的话，还是我来跟你求婚，好吧？当然这次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我也不愿意再像之前那样闹着玩着求了，好吗？嫁给我好吗？好。不要再质疑，把我放进，让这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来亮灯吧。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这是主持人啊。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清晰。在爱里他们要觉得好，就让他们开开心心的生活吧。我愿意送上我的祝福，祝他们开心快乐。下面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好像几乎是天天吵架，我媳妇嘛，她性子急。我儿子嘛，他就不听他娘就吵。我叫我家儿子嘛，我说你是男人，你应该要让他。我在家里劝我劝不动，希望电视台嘛能帮忙，他们好好的。
这是妈妈的一个嘱托，希望儿子和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这对小夫妻吧，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吴先生，27岁，酒吧领班；女嘉宾易女士，28岁 ，DJ。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您是 DJ？ 是的。酒吧领班？对。是在一个单位吗？对。结婚1年了？是的。孩子多大呀？4个月。男孩女孩？男孩。你妈是不是特着急你们俩的事儿？对。说妈妈其实也来了，对吧？但是只能在宾馆里带着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到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了？天天吵，为什么呀？谁来说说？结婚之前吧，他对我特别好，然后结婚之后吧，他就不顾家，没安全感，然后性格特偏激，我们俩经常吵架。行，我问问啊，刚才说婚前婚后不一个样是吧？是的。婚前怎么对你好啊？就是有一次我肚子疼，他应酬完回来醉醺醺的，然后路都走不稳，来照顾我，然后给我熬红糖水，给我买药，当时我特别感动，也特别幸福。然后之后嘛，就心不在我身上了，也不在家里面，不顾家那种。这怎么样了呢？变成什么样了呢？之前我爸妈妈过来看我嘛，那天中午我们家里没做饭，然后说一家人出去吃饭，吃饭了，然后他还在那玩游戏，我们一家所有人等着他。我说你能不玩吗？他说游戏不能挂机，会坑队友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游戏比我还重要。但是那一局游戏已经打到一半，也快结束了，然后他们也没有说等我很久嘛，也就几分钟。那平时我一个人等他也就算了，对吧？我爸妈来了，等他，我们一起本来说出去吃饭，他也在那里玩。明白明白。生活里这个小事儿有时候还挺伤人，是吧？对。你会觉得说，你看这个男人，你喜欢游戏，你不尊重我就算了，对吧？我父母在的时候还不给我面子，是不是这心理？是的。有了孩子之后好点不好？没有，无时无刻都在玩那种，我就接受不了。所以女方现在其实所说的这个变化，可能对她来说体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怎么听起来就是对男生打游戏这件事儿特别的在意，是这意思吗？就爱玩是吧？对。孩子有4个月是吧？对。最难带的时候，这段时期特别辛苦。他对儿子好吗？也不是不好吧，就是很少，就是说去抱他、关心他什么的。就像我不是刚生完孩子嘛，我身体都没恢复好，因为家庭比较困难嘛，然后我就去上班挣钱。上班挣钱，然后我就，因为我生孩子是剖腹产的嘛，上班的时候我伤口都疼，有时候我就在想，感觉一个家都要我一个人撑着，然后我自己还要上班，白天还要就是很早起来带孩子那种感觉，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累，压力很大。哦。你们俩应该都是夜班性质，对吧？是的。白天得睡觉是吧？白天他睡觉，早上就是我比如7点钟起来，比如带孩子嘛，其实有时候也困，就等孩子睡了，我就跟他一起睡一会儿。所以很辛苦。我们说争吵的时候为什么会争吵？为什么家里会有很多小事争吵？这些积怨是在你心里的，是吧？大概这是你妻子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她不舒服吗？心里有些疙瘩。其实吧，你有疙瘩吗？就是你妻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就是太强势了，而且他做什么事的话都不喜欢跟我商量，他自己做主。举个例子，我每次呀说出门倒个垃圾啊，或者是买包烟呀，什么都要跟他报备一下。这个为什么呢？你是不放心他呀，还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报备呢？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之前我跟他刚谈恋爱的时候嘛，就是他跟他前女友那个时候还没分手的时候认识我，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对每个女孩子都挺好的那种，有时候感觉不到他对我有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所以你不放心是吗？是的。他除了就是，他当时有女朋友，他喜欢上了你，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事儿让你是不放心的吗？不会就是有一次吧，他就是下班回来嘛，我看到微信，他一个女客户，就是知道了他有孩子，他就跟那个女客户回，他说我跟我老婆离婚了，孩子就归我了，我就感觉他随时要抛弃我跟孩子一样的。这件事是这样的，之前我有个客户嘛，他知道我有了儿子。然后我那天我就问我老婆，我说他知道我有孩子了，我说这信息怎么回啊？然后他就让我这样回了，我这样回过去，他又生气了。No， 为什么你有一个客户知道你有儿子，你不能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有儿子？为什么还让你老？那我让他这么回，他就这么回，他自己没脑子一样的。你跟那客户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普通客户关系啊。回不就行了吗？说是啊，谢谢。不是，这可能是工作性质的问题吧？不就是一个酒吧的领班是吧？对。好，女客户是吧？对，女客户。你怕失去了女客户？对。所以你说你离婚了？不是我怕，然后我之前跟他说过，我说要不我就照实说吧，然后这单客户丢失就丢失了，然后他说老公不要，让我这样回，我就这样回了。
这不是你让他回的吗？我是说你不要这么说，但是他理解为叫我不要说哦，这样子。所以女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是吧？你不放心她是吧？是的。对男生来说可能就算控制了是吧？买烟需要报备，倒垃圾需要报备，还有什么你是需要报备的呢？就是我来之前嘛，跟编导就是介绍我们的情况嘛，然后当时我们孩子在吃奶，然后奶吃完了，然后他让我去洗了个奶瓶，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把我们那个情况跟那个编导说一下，说完了然后我再去，就这么一点时间，等那么一点时间他都等不了，这太霸道了他等不了是他干嘛呢？他就跟我发火呀。他说他让我去做什么，我必须立马去做，做慢了或者不做，他就会不开心。行，我明白了。就男生会觉得女生在家里霸道，是这意思吗？对。那如果在家里的话，下班之后你们有共同的时间去沟通吗？还是各干各的？对，有时候也会说，然后有时候就是看看手机啊，自己做自己的事。刚才上来的时候，你说你先生很极端，是吧？对，你说夫妻吵架很正的，对吧？但是他呢，我吵的时候很生气，然后就是自己打自己那种扇耳光，然后往墙上撞。他呀？对，然后当时我婆婆跟我儿子都在，当时把我儿子吓得好几天都没睡好。不是你干嘛呀？不是，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然后主要是他现在吧，他脾气越来越大了，他要跟我发火，我也不敢顶嘴，我要是顶嘴了，然后他就给我家里人发信息、打电话，一个打电话，一个发信息。干嘛呀？说我对他怎么不好了，然后现在怎么又变了，又怎么了？然后我家里人就过来说我嘛，日积月累的吧，然后时间长了，心里就憋得难受。每次如果一吵架，然后再吵得激烈一点，然后就有时候就控制不住。你是控制不住，然后就打自己？气的。你说一个男人为这点小事就哭啊打的，我觉得像个男人吗？那是小事吗？比如说我们两个吵架，全部都过去帮你了，那我心里委屈跟谁说去？他这个人吧，就喜欢可能，我觉得他喜欢听。你跟你婆婆关系好不好？好的，我婆婆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我也把她当亲生妈妈一样的。哦，就等于说现在在家里面是你们婆媳俩一起治他，是这意思吗？是的，因为我跟我婆婆都觉得是她的错嘛，所以说她嘛。哦，我爸也帮他。行，你们两位现在就是你想好好过还是想吵？我想好好过。想好，你呢？我也想好好过呀。但是就是在生活里就控制不住是吗？对。你们俩吵架通常几天会和好啊？要不然就有时候当天就和好了。天天吵，天天好，是这意思吧？是吧？基本差不多吧。啊，这次是婆婆要来的，是吧？看不下去了。是的。你觉得呢？应该是。还能过吗？肯定想好好过呀，因为我也算是第2段婚姻了嘛。什么意思？就是认识他之前，我结过1次婚的。啊，那你不是因为他离的婚吧？不是。哦。别的原因。所以你想好好跟他过。前面有孩子吗？有的。那孩子跟谁呢？跟那个他那边爸爸。上一段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就他那边的事，就是他那边爸爸的事情嘛。你对这事儿很在乎，对不对？对，可能我就希望他多留点心在我跟孩子身上。男生是觉得女生脾气太大，是吧？你觉得在这家里面大概不太能呼吸，对吧？因为你爸你妈也向着他，对吧？慢慢的儿子长大，儿子也向着他，是吧？孤家寡人，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是这意思吗？行吧，老师们你们看看吧，就是这样一段婚姻啊，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刚才你提到一碗红糖水的时候，你的声音是哽咽的。我相信你很珍惜这重新获得的温暖，对吗？是的。很珍惜面前的您的这位先生。是的。可是我总结了一下，你们的婚姻当中，你有3个不。首先就是不信任，你非常的不信任他，因为他的工作原因，因为他和前女友的问题，还有其实就是因为你前夫和你离婚的原因。是的。你不是不信任他，你很多时候你是不信任男人，才会倒垃圾也要询问，买包烟也要询问，这是你自己内心的心理问题，你需要去调整，去跳脱。第2个就是不平衡。前面讲到他玩游戏，对你来说，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的时候，你在玩游戏；我在外面赚钱的时候，你不顾家，所以你不平衡。
第三就是你自己性格的问题了，不温柔。你有没有检讨过？你在处理所有的情感问题，可能都多多少少有这个问题，包括你前面的一段婚姻。是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你们的相处当中，尤其是你是那么珍视你们这段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个人，你要弱势一点，温柔一点，收起你的锋芒，让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样看过去的你，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缓和很多。而作为男生，首先就是玩游戏的问题嘛，你玩可以，但是你要分时间、分地点、分场合。第二，他刚才抱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家里面不照顾孩子的问题嘛，你多拿出一点时间陪陪他们娘仨，包括你妈。第三就是极端，男人为什么会极端？因为无能，所以无助。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家里的这点事儿，这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媳妇儿、你妈甚至你爸带给你的焦虑和压力。这是因为你在家庭问题上缺乏处理能力。所以好好的去更多的磨合，更多的去体谅。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太太她是一个曾经受过伤的女人，只要你给她多一点点的温暖，她会比其他女人感受10倍都不止。她会用更多的爱和温暖去回馈你。祝你们幸福，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左岩老师。我先来说吴先生哈，哎，游戏不能坑队友，但可以坑家人，是吧？而且还有一点，游戏就是让你沉溺于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人一旦持续的沉溺于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就会断然丧失斗志。但是你还是要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不对？所以逃避不是问题。接下来说，女士啊，其实你是有一些焦虑情绪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对你太好了，让你一下感受到了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你对他抱了无限高的期待和期望。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那种好一直持续下去的。有的时候说话其实是需要技巧的，尤其夫妻之间的说话，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就是你带着一种情绪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势必会激怒他。激怒他之后，你也会伤心，你也会受伤，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调整你对于他的一些态度，还有你自己的心态，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过了你这个产后的特殊时间之后，你会有所改变的。当你发现情绪没那么激动和焦虑的时候，我觉得你也适度应该对他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好吗？好的，好，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其实你们的问题非常严重。你所有的行为都在表明你要教这个男人，教他怎么做男人，做一个有责任的男人，对不对？你也想治他，所以一旦他有一点不如意，你就大发雷霆。而后来把他逼到扇自己耳光、撞墙，可能你认为这只是一点点小事儿。你说男人为这点小事儿去撞墙、去扇自己耳光，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他的精神要崩溃，他才会产生这些行为。你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很多压力，你无形之中给了他很多的逼迫，你知道吗？事实上，在那段时间你是不应该谈恋爱的，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吗？而且那么迫不及待的结了婚。你对于你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你对于他，对于现在拥有的这个家庭，你本身是抱有怀疑的，但这不公平。你不能因为你上一段受到的伤害和另外一个男人对你的对待，你对于这家人，对于这个男人，你就百般的苛求。这男人是有问题，但问题其实并不大，而且他愿意听你教，但这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把别人教好。相反，你的情绪影响到了这家人，他的父母在捧着你过日子。你说我的跟我婆婆之间跟母女一样，什么呀？他不是因为这是自己亲生儿子，他能对你那么好？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段不忠的感情而要重新开始，你就应该找一个成熟的男人，
而不会那么迷恋于他给你的一碗什么红糖水，或者对你的一个所谓的关怀，而应该真正认清楚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你就不会找一个这样的小男人。但你没有，那既然现在已经结了婚，已经有了孩子，那就互相信任，互相学习的成长。信任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好的，但老是揣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很不好，别人也不好。是从某个条件上来说，你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你却偏偏要去教别人，要去治别人，你自己的伤都没好，你又招惹一段爱情，你很有问题，你知道吗？至于男生，你也没有必要去自己伤害自己。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共同的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让他们为你们排解一下内心的压力，这很重要。好，谢谢涂老师。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心里面都不要有那种最传统的东西。我不说传统好和坏，就是世俗会带来很多的力量，就世俗恰恰有时候会影响我们。比如说，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吃亏了，娶了个二婚的女人，她还有孩子，你是一个伟大的男人，没什么。你爱她那些都不算什么，你心里不能有这种优越感。你越这样优越，你会越难受，明白吗？对于女生来说，要学会感恩。我跟你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不比你低什么，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啊。因为在客观上，在这个世俗面前，他能娶你，对很多人来说，好像这个男人恩赐了你。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恩赐，可是你心里多少应该有一些感恩，这是尺度和分寸。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吧，我知道你内心没有安全感，但是我想让我的方式让你去相信我。像我每天回来吧，聊天记录我都是主动给你看的，然后工资我也是都是一直交给你的。我希望你吧相信我，还有你不要那么太强势了，不要太强势。然后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事，你对跟我说一下，跟我商量一下，好吗？我也觉得我有不对的地方，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因为上一段婚姻给你带来的压力太大，也是我不对。以后我们回去就好好过日子吧，都互相改一下。好，请亮灯。来，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亲着你。你看，你可以回去了。你好好的，为什么推人家呀？你推人家干嘛呀？你是他老婆吗？他抱你有错吗？你又答应了说我不跟他无端发脾气，他又来了，怎么着？那你这样你可以不过呀，你可以不出来呀。为什么推他呀？因为感觉太多人了，不好意思。那你说你别，老公别这样，不好意思啊。那你推人家干嘛呀？还凶。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来，请亮灯。学会克制啊，有时候温柔比发脾气可能更管用，对吧？对于男人来说。好了，谢谢两位，谢谢你们。如何学习管理自我情绪，对于这对夫妻的这个阶段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寻保鲜剂。